如果卡伊娜能这么关心他，基德雷肯定会万分感激的。卡伊娜被他吓坏了，这男人也太能撩了，这次居然还这么直接。如果卡伊娜不及时跑开，估计会直接沦陷在他的怀抱中。可是更让他尴尬的还在后面，他原本只想和基德雷安静的吃饭谈接下来的计划，谁知这家伙居然带他来情侣餐厅。他以为基德雷有什么特殊癖好，其实就连基德雷也不清楚，这是手下巴斯特地帮他们挑选的约会场所。看着周围优雅的环境，乐队演奏的美妙音乐，眼前还有如此动人的卡伊娜，基德雷彻底放松了。他告诉卡伊娜，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与别人共度时光会这么愉快。这个让他愉快的人就是卡伊娜，是他彻底改变了基德雷，是卡伊娜给予了他最多的快乐。卡伊娜越听越不对劲，他如果不是被人夺舍，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基德雷要对自己告白。卡伊娜瞬间慌了，难道因为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剧情走向吗？这可如何是好？在面对埃文即将告白的话语时，卡伊娜有些慌了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埃文对公主殿下有好感，而卡伊娜对此并不反感。但是小说中的埃文和奥利维亚是命中注定的，我不能干涉到他们两个。于是卡伊娜决定狠下心来，委婉地拒绝道：“我虽然不知道您具体的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关系是最好的。”听到公主殿下的话语，埃文有些失落。公主殿下，我明白了。随后卡伊娜在想，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顺利进行，可这件事却出乎意料，难道是我的错觉吗？一旁的奥利维亚有些担心地问道：“公主殿下，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而卡伊娜其实有些不好意思面对他，毕竟差点抢了他未来的老公。奥利维亚以为公主殿下是在担心伊德尔的事，然后将学校的处理结果告知了他。卡伊娜也是松了口气，目的已经达到了。然后两人来到了马车旁，就在卡伊娜准备上车时，车夫伸过来的手让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公主，请问是要立刻回宫吗？此时的车夫开口问道。虽然着装和平常马夫无异，但是寻常的马夫和我搭话时会紧张，而面前这个人却表现得从容不迫。最关键的一点是周围过于安静了，就好像四周被提前打点了一样。这时卡伊娜拿出军事任命书说道：“奥利维亚，这个还是早点转交给埃文大人比较好，你去送一趟吧。”奥利维亚有些犹豫的接过，然后离开了。卡伊娜便非常严肃的开口问道：“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在卡伊娜摊牌之后，这个伪装的马夫还在装傻，看来你并不想交代自己的身份啊。卡伊娜想了一下，谁会把自己当成敌人呢？而且对方竟然一点也不怕自己察觉。这个男人游刃有余地掌控着局面，周围也没有可以帮助我的人，目前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露出破绽。然后卡伊娜大步向前，对着马夫说道：“我劝你在奥利维亚回来之前，最好把事情解决了。”卡伊娜想到的办法就是挑衅，而且还真的奏效了。此时面前的男人不再伪装，径直向公主殿下走去，然后搂着卡伊娜说道：“你这保护侍女牺牲自己的精神，还真是让我感动呢。”随后走出4、5个人，将卡伊娜制服。另一边，在前往基德雷府的奥利维亚意识到公主是不会临时变卦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可就在下一秒，草丛旁突然出来一个男人，一剑劈了过来。然而有惊无险的是，基德雷及时赶到。奥利维亚像看到救命稻草般的抓住基德雷，说道：“请您救救公主殿下吧，公主好像出事了。”另一边，卡伊娜被人关在了一处地牢里。听说在来的路上你大闹了一番，我果然没看错人。好久不见，公主殿下。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皇宫，在他们看来，为了这件事惊动身体不佳的皇帝不值得，毕竟一国之主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然后有人提议要不要告知雷杰普殿下，但是他又因为被陛下软禁，不能随意外出。奥利维亚在门外听到了这一切，认为必须要先采取行动，不然公主殿下一定会有危险。雷杰普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门外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奥利维亚不顾门卫的阻拦闯了进来，然后跪在雷杰普面前。雷杰普有些茫然的开口问道：“你是谁？”一旁的侍卫赶忙将奥利维亚拉走，他着急的开口说道：“雷杰普殿下，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此时的雷杰普想起来了，这是皇姐身边的侍女。奥利维亚见雷杰普没有回应，急忙说道：“公主殿下被绑架了，求您救救公主殿下吧。”面对奥利维亚的求助，雷杰普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你说什么？”奥利维亚有些委屈回道：“公主殿下1个小时前被绑架了，但是宫里没人愿意出手相救。”雷杰普听到这里，脸上有些生气，随后走向奥利维亚，轻轻抬起他的下巴，面无表情的问道：“绑架？”奥利维亚一惊，他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危险，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基德雷大人搜索完现场得出的结论，雷杰普再一次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就起身离开，打算出去寻找皇姐。而一旁的人则劝说道：“您还在软禁中，这样做就是违抗皇命。”随后一堆侍卫拦住了他，雷杰普丝毫没有犹豫地拔出了剑，劈向了身边的侍卫，然后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立刻召集军队，包围首都。若是在天黑之前找不到皇姐，你们也就不用回来了。”另一边，卡伊娜刚从地牢中醒过来，就来了一个送饭的人说道：“不要妄图喊救命，因为没人会听见。”此时的卡伊娜没有害怕，反倒是像疯了一般的大笑了起来，这把一旁看守的人吓坏了。卡伊娜看着那帮人笑着说道：“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们乖乖解开锁链放了我，
我就饶你们一命。看守的人大声说道：“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你可是被绑架了。”还不待他说完话，卡伊娜露出了那绝美的微笑。是我没掌握清楚状况吗？他这么问的原因就是知道那个人一定在某处津津有味地观察着这一切。随后继续说道：“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之中一定有为海因里希卖命的。如果你们不放我走，那些对你们不利的消息就会传入我弟弟的耳中，比如你们组织的秘密藏身地。”此话一出，这帮人浑身一颤，有些惊讶。其中一人反驳道：“你现在在我们手上，怎么给你弟弟传消息？”卡伊娜继续微笑着说道：“因为我早就做好被绑架的准备了。”他清楚地知道，手上握的权力越多，周围的敌人也就越多。当我真正掌握实权时，雷杰普的势力一定会除掉我的。其中动机最大的就是梅文斯家族，而我早就准备好了对策。你们如果不放了我，那就等着亲身体会一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了。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上一集说到，卡伊娜放出豪言，如果你们不放了我，我弟弟绝对会找过来。在过了许久之后，看守的那帮人有些心慌，都在害怕雷杰普的到来。毕竟绑架皇族可是重罪，而这正中了卡伊娜的下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内部产生嫌隙。但是卡伊娜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因为在那堆人中有一个男子只是静静地坐着，笑着看着自己。看到那对金色的眼眸，卡伊娜一惊，没想到海因里希竟然亲自来了。不过这样反而更好，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此刻的奥利维亚应该已经发现了我被绑架的事。卡伊娜总感觉向海因里希求助的话，他就会帮我。话说基德雷会来救我吗？可是想到这里，卡伊娜有些顿住。那一天我们才不欢而散，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是希望他能来救我。我真的是疯了呀！此时的卡伊娜脸有些红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声冰冷的话语响起：“怎么这么吵啊？听说你在来这里的路上大闹了一番公主殿下。”卡伊娜瞪着来的人冷漠地说道：“亨伯顿·吉利安。”此人反倒是抬起卡伊娜的下巴，邪笑着说道：“你那傲慢的行事作风最好还是改一下。”这一句话倒是点醒了他，这段时间自己太过温和了，一点也不像恶女。于是笑着回道：“傲慢的行事作风，我很庆幸我看到了你的底线。”亨伯顿·吉利安。另一边赶来的雷杰普却感觉很烦躁，是因为那些下贱的东西竟敢碰我的姐姐，而我却无法找到他们吗？我那美丽温柔的姐姐，旁人休想动她一根手指，她只属于我一个人。殿下，侍卫的一句话让雷杰普回了神。我们发现了几个可疑之人。雷杰普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找到黄姐了吗？”侍卫回复道：“殿下暂时还没有找到公主殿下。”于是雷杰普问到被逮住的那帮人：“你们藏在宅子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我听不懂您的意思。”而下一刻一声枪响，那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果真就一枪毙命啊！雷杰普笑着说道：“难怪法律禁止携带枪支。”下一刻他将枪指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好了，你来说说看吧，我现在心情特别差。”那人颤抖着说道：“是亨伯顿·吉利安公子指使的。”上一集说到卡伊内面对吉利安的挑衅，他从容不迫，甚至反过来威胁吉利安，这让吉利安有些诧异。这和自己知道的卡伊娜不同，以前她只是外表美丽内心空洞的人偶而已，现在她眼里却充满了厌恶。吉利安激动得有些颤抖，随后放声大笑起来，眼里带着一些贪婪，对着卡伊娜说道：“你这样让我更有征服欲了。”然后吩咐人将公主带走。那帮人来到公主面前，嫌弃前去解决奥利维亚的那个人太慢了，这让卡伊娜有些担心。但是她此刻必须冷静，然后找准时机逃出去。这时有一人突然从怀中掏出匕首，刺向了押送公主的那人。这下吉利安的手下乱作一团，其中一人大吼道：“你们这群蠢货，赶紧处理掉叛徒啊！”而吉利安看着卡伊娜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狰狞。卡伊娜见时机成熟，打算逃走，突然从侧身旁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抓住她的脖子。卡伊娜难受的都快晕了过去，想起了自己曾经痛苦死去的模样，她并不想就这样死去，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脑海里出现了走马灯，那些熟悉的人以及事过了一遍又一遍。